中国大陆迎来了3航母时代哦。那来看到呢，这个是福建舰呢，过去经过了3次海试，终于这个服役了。那习近平也出席了，服役的时间点是在这个11月5号。那这个大陆官方是11月7号才公布的。但其实哦，这个习近平呢，他出席这个入列仪式的时候，那外界也有一些解读哦。那包括了习近平他在当场哦呼吁他们的解放军要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跟打仗的本领。那正式入列之后，大陆官媒点出了福建舰必去的3大的这个地点，好，点出了有台海。台湾海峡，这是大陆官媒曝光的必去的地点之一，还有包括南海，还有西太平洋，以及这个中国大陆第3艘航母福建舰正式入列。CNN 也表示了，目前看起来福建舰正式入役之后，会引发国际关注，那尤其可能会加剧中美的海上军事竞争，会越来越厉害哦。我们来请教这个黄老师，黄老师怎么看这个福建舰服役，还有包括他特别点名，好，官媒说的哦，好，必去的地方有台海。我觉得福建舰的成军授旗应该是在93阅兵之后，再一次的给西方国家，或者是主要是美国，再一次的新的震撼，让他们看到不完全是现在大家广泛报道的，就是电磁弹射的这个能力啊。那么舰载武器增加，这些大家都知道，数据都摆在那边。真正关键是它造舰的期程很快，这个是我觉得对美国震撼比较大的。就从它开始，我们有听到消息，在开始建造福建舰到成军服役，这段时间缩得很短，这我觉得是带来一个新的冲击。另外一个就是福建舰要放哪里？本来这个中国大陆外面就是黄海、东海、台海、南海嘛。那南海是最大的区域，又有这么多所谓的11段线或者9段线、10段线的这个这个南海的主权伸索的岛礁。那所以如果像什么福建舰到台湾海峡，在我来看，好像就是一个大象走进我们摄影棚一样。你施展不开？台湾海峡很窄，又是浅水域。福建舰，如果说是示威那个就是行驶经过，然后达到政治的效果或新战的效果，是这个有可能。打仗的时候，福建舰绝对不会靠近台湾的，那个很容易就被弄掉的。不要以为那个。凡是开船的人最害怕的第一个就是水下有东西，他不知道；另外一个就是在附近别人有很多可以攻击他的位置和地方。那所以我觉得，在今年6月份，我主持的一个兵棋推演里面，我们已经把福建舰放在西太平洋了。当时已经对，就是我双航母在西太平洋，然后对台湾东部形成压力，让西面跟东面都是作战正面。那我们另外就是南海比较大，南海牵涉到从马六甲海峡一直到上海，这个所有的航线的稳定。那这是第二个，就是中国大陆自己的海上货运线跟能源线。是第三个，就是东南亚各国那个小朋友那个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放在那边，其他小朋友会对它比较尊敬一些。所以航空母舰它有它的外交功能、政治功能，有它的军事意义那么，所以我觉得双航母放在海南岛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好，李将军要补充吗？包括了有人说这个福建舰它可以实现满油满弹起飞那昨天习近平又有按了那个电磁弹射的那个按钮嘛。好，还有包括它的打击范围覆盖了第2岛链是直接可以抵达关岛的。我们通常叫福建舰成军如果用正式的军事术语，
叫他参加所谓的战斗序列哈，就编入战斗序列。对，编入战斗序列的意义就是它可以服勤，所有作战任务开始服勤了哈。那大家可能会疑惑，为什么选在11月5号？原来大家都在猜哈，究竟是11，对不对？这个大陆国庆啊，或者93哈？为什么选11月5号？我跟各位报告，为什么选11月5号？因为11月5号的时候是大陆他们发展2弹1星，所以他们发展2弹1星就是原子弹跟这个导弹，一星是这个卫星。然后第一次导弹试射的日期是1960年的11月5号，哈，东风1号发射，射程虽然说那个时候就只有550公里，但是代表的意义却是非常的重大，哈，代表大陆来讲，从传统的作战已经跨世纪的进入到2弹1星，然后从此以后，大概外国不敢再这个欺负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航空母舰成军11月5号，也就这个代表含义很大，就是你外国以后不能再有任何欺负中国的这种意味在里面，比照当初的东风1号发射导弹的意义在这边。而且呢，他是说他射程能够覆盖这个第2岛链了。当然可以啊。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现在来讲，大家都在意这个歼15啊，或者是歼35，但是我特别注意到它有一款是93阅兵已经正式亮相的无人的这种攻击机，叫攻击21哈。攻击11是翅膀不能折叠，攻击21翅膀可以折叠。是。那这种攻击21，它的作战半径有到4000公里那么远。那试想想看，4000公里的作战半径，它用在台湾海峡干嘛？台湾海峡就200公里而已。那它如果说是到达这西太平洋的话，它的这种作战能力来讲，可以攻击4000公里以外的目标，那绝对不是只有说是关岛而已，甚至于可以威胁到夏威夷的可能性都很大。好，说到这个福建舰呢，它服役之后，超级小黄蜂登场了。好，那不只是它这个福建舰的所谓电磁弹射系统引发全球的关注，还有它。好，超级小黄蜂。好，那它呢？这个是这个中国航母天这个新的舰载机，被誉为是超级小黄蜂哦。它是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所研制的。好，型号 L15的这个猎鹰高教机改进型完成首次试飞。外媒报道了这款具备双垂尾跟强化机体结构的新版本，被视为是具备航母起降能力的舰载教练战斗一体机。好，也引发了外媒高度的关注哦。我们来请教这个张将军怎么看这款超级小黄蜂？因为它这个是要落航空母舰要训练，人也要训练啊。它现在已经有3艘航空母舰了，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那对舰载机的飞行员的需求量就非常的大哦。你如果拿歼15来做训练机，太浪费，因为它是打仗用的。你如果是拿歼35，又更浪费了，因为它是逆中机，你不要拿它来做训练。是。那你要拿什么？超级小黄蜂。那我们讲的这是 L15的这个猎鹰高教机。那高教机你要它，但是它要经过3个改装才可，不是说我这高教机我去练航空母舰了，不可以。第一个起落架要变粗，因为它这个起落架主起落架跟前起落架都要变粗，因为这个要经过改装，一改装的，因为它落舰的是撞上去，一撞上去之后没问题，我的起落架够强，所以飞机结构 OK 没有问题。那个前起落架鼻轮呢，因为它的要滑跳也好，还有一个电磁弹射，它要装在鼻轮下面，它有一个弓形的拐背，那个要强化。为什么？它的力量要从那个地方起来，到达起飞速度，射出去。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超级小黄蜂啊，就顺利起飞了。所以主起落架跟前起落架这个都要强化。第二个捕捉钩，因为它落舰之后要立刻抓住啊。那捕捉钩要去装上去，要去做强化的捕捉钩。因为它瞬间速度那么大，大概下来的速度哦，我们可以讲大概时速是。大概将近300公里，它进来的速度将近300公里，250公里到300公里进来，你要瞬间挂到捕捉钩啊，捕捉钩一抓到之后，飞机就停止在这个航空母舰上面，所以捕捉钩要加装。那第3个还有一些机上的结构像龙骨还有它的副翼还有它的垂直岸地面要做强化。为什么？因为瞬间的时候，你要知道龙骨因为你的瞬间减速还有瞬间加速的时候。这些重要的结构要做强化，
跟一般的飞机慢吞吞的没有问题，可以，但是它这个瞬间，所以它的机身跟机翼的结构也要强化，是叫做3个强化。那3个强化完毕之后，那现在他只要拿这个超级小黄蜂这个猎鹰15的这个高教机啊，在航空母舰训练就可以了。一训练完毕之后，完训了，你就去飞歼15D 或歼15T 都可以。然后完训之后，你已经经过合格签证认证通过了，你可以去转去飞这个歼35，就不要去浪费了。这个歼15也好，歼35也好，就是要去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舰载机，然后超级小黄蜂专司训练就可以了。那它真正的情况有要执行作战任务，因为它本来就是喷射战斗教练机，也可以挂弹。它也可以挂弹攻击，只是它的战斗力没有歼15跟歼35那么强，所以它中国大陆在这一个总要有一个专司于航母的飞行员训练的超级小黄蜂，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舰载机，经过改装，因为这个猎鹰这个15，它自己要经过改装之后就可以就直接落舰了，所以中国大陆的刚才按照黄教授的来看吧，造舰造机的速度都蛮快的，他要改装这个，那只是一个，我们讲的只是一个构改而已，那速度一定很快。这样子的话，他对飞行员的航母的飞行员的培训可以满足作战的需求。大家好，我是主播林家源。生活压力大，失眠、浅眠是现代人常见的烦恼。许多好朋友告诉我们，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帮助睡眠品质。现在进一步推出晚安加强版，添加首创最适合台湾人体体质的天然 GABA、色氨酸、茶氨酸、香蜂草4大天然草本，帮助睡眠的配方，强化睡眠，全期都起到放松舒眠的效果。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本身含有台大专利授权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8种专利菌。首创益生菌、益生元、后生元黄金3角配方，帮助维持消化道机能。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异常细胞风险的好朋友，可以选择原版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它添加有超级食物、羽衣甘蓝，健康再加分。而有睡眠困扰的朋友，赶快选择蓝色包装这款晚安加强版，绝对更有感。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保养，实现睡眠自由，身体轻松无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输入推荐码有额外折扣。